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柚子酱。上一期视频我们提到叶王夫妇终于同房，想看回上一集，可以点击以上的链接哦。废话不多说，我们开始吧。岂有此理，老夫人这是怎么了？生这么大气，身为一个王妃，不仅和一个江湖道士勾勾搭搭，还用妖法魅惑我的外孙，实在可恶。竟然有这种事情，当时我就觉得这门亲事不妥，这千家果然没有好东西。老夫人您别生气，您身子本来就……我还顾什么身子，你赶快安排一下，即刻启程回京。是，老夫人您别着急，奴婢马上安排。马车内一片寂静。那个，你其实不用跟我一块去的。本王只是正好没事做罢了。这样啊。老臣拜见王爷王妃。爹爹，雪姨呢？正在后院伺候着呢。那我现在就去看看她。先去前厅喝盏茶水再去吧。不用了。这丫头。那么就让他们母女先说会话，老臣陪王爷去前厅喝盏茶，正好本王也有事找千丞相商量。大小姐请进。雪姨。雪姨在哪？嗨嗨，云溪你来了。你把雪姨藏哪了？云溪啊，怎么不问问二娘的病情，只想着雪姨呢？二娘可是很伤心呢。你面色红润，气色好得很，不如直说你找我来的目的。哎呦，这当上叶王妃就是不一样了，人也机灵了很多。既然叶王妃那么爽快，那我就直说了。本王有件事想请教千丞相。王爷请说，老臣当之不言，言无不尽。本王正在查朝中和西边部族私通的官员，可是始终查不出这背后的主谋，不知千丞相对此有何看法？朝中竟有此事奸臣，老臣若知道此人是谁，定不能饶恕他。啊，是吗？本王还查到景阳山发现铁矿，但被当地富商联合当地官员占为己有，层层瞒报，至今朝廷都不知道这处铁矿，不知千丞相可知这幕后主使是谁？普天之下莫非王土，所有的矿藏皆归国有，竟然有官员联合富商私吞国家财物，简直是无法无天。本王还查到边境之战军粮遭劫，且命三军驻守屯渊关，不去支援的人并非吕岩，而是另有他人。这吕岩畏罪自杀，死无对证，但是传言死前他留下一封书信，里面记录了是何人陷害于他。千丞相，你猜此人会是谁呢？老臣不知。什么？你让我去偷扳指？没错，只要你把扳指偷来就行了。别做梦了，我不会帮你偷的。我劝你还是想清楚的好，你可别忘了，你的雪姨还在我们的手上，她的生死在你一念之间。扳指不过近期刚刚出现，他们怎么知道扳指的存在？就算你不愿意帮忙，你爹也会找其他人来做，但是你那雪姨的命可就会因为你的无情而不保了，真是可惜啊。好，我答应你，但是我有一个条件。你说。我把扳指交给你们的时候，你们必须把雪姨毫发无损的还给我。成交。难道说他已经掌握了所有的证据？哼，爹爹，啧，眼看他就要招架不住了，可恶！长儿来了，快来拜见王爷。拜见王爷，王爷万福。不必多礼。多亏了长儿来了，总算先逃过一劫。那个扳指明明是刚出现不久，就连王爷也是刚知道扳指的存在。何况扳指只能对付凡人看不见的妖魔，他们要来能做什么呢？不过能救雪姨的话，你叫长儿。爹爹，刚刚好像是叫了我长儿。糟了，
该叫希儿才对，一时失言喊错了，可恶，跟本王王妃名字一样呢。老臣一时失言了，因为希儿和长儿姐妹俩关系很好，老臣经常叫错，还请王爷恕罪。是啊，姐姐出阁前，我和姐姐经常一起同进同出，父亲有时会叫错我们的名字，请王爷见谅。这倒无妨，不知二小姐方名氏？臣女千云溪，多谢王爷不怪罪父亲失言之罪。可恶，我到底还要顶着这个晦气的名字到什么时候啊？千云溪，本王倒是觉得这个名字太过淡雅，不足以衬托你华美艳丽的外貌。多谢王爷夸赞。云想衣裳花想容，本王感觉本王王妃名字里的长字很适合你的气质，就好像那就该是你的名字似的。这话，不如你们换换如何？果然连王爷也认为我的名字好听呢。果然他已经爱妃回来了。千云长转头看了千云溪一样，千云溪有些愣住，可恶，竟然和这倒霉女人梳了相同的发髻。你想干嘛？好久不见啊，姐姐，妹妹好想你。哎呦我的妈！有什么话好好说，别拉拉扯扯的。姐姐，这母女俩真是……怎么有种被嫉恨的感觉呢？那个，您看我和姐姐梳了一样的发髻呢，我们真的是心有灵犀呢。本王觉得这发髻很不适合你。哦，你二娘的病情如何？没什么大碍，应该很快就会好起来了。既然如此，我们告辞了。可恶！马车里一片静默。那个，你不是答应我不会追究代价这件事吗？刚刚为何？本王既然答应了你，自然不会食言。本王只是觉得千云长这个名字更适合他罢了。这期视频又结束了哦，下期视频会在下周六更新，点赞、订阅和打开小铃铛。我们下期视频再见了。